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是我，你们的主播台湾恶男。那么眼尖的同学应该有发现到啊，今天啊，我的这个 V 皮长得有一点不一样啊，就是这个嘴唇的部分啊。看到这个嘴唇厚成这样，就知道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角色是谁了，对吧？没有错，就是我们的。等一下，让我们请正确的发音老师来发音一次。Shai Gilgeous Alexander. Shai Gilgeous Alexander. 没有错，就是我们的 Shai Gilgeous Alexander。为了避免各种发音麻烦呢，我就直接叫他 SGA 啦。哇，米宝啊，相当的牛逼。平常不出现役球员，一出就出最强的这位 SGA。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代表你现在应该没有在看 NBA 啊。他就是目前全联盟的得分王，平均得分 32.4， 稳如老狗，就是他的人生座右铭。单场稳定输出30分的鬼神啊！那我们非常感谢米宝可以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开箱这个测试服的新角色。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直接进正片。爽就站起来啦！点进来看这部影片的你呢，如果你使用的装置是移动装置版本的，别忘了在下方帮我热推一下，让更多人都可以看到这部影片哦。好，那我们首先从这个球员的基础属性开始看起哦。3分是119，虽然这个数字看起来是蛮低的，但是呢，因为他的很多的招式其实都是有 buff 这个数字上去的，所以实际的命中率呢，还是要等到实战之后呢，才会知道他到底是准还是不准。那么我会把这个球员呢拿来跟 Kyrie Irving 来做个比较，那原因是因为呢，等一下后面大家在看到他们的操作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两个球员其实各方面都是蛮相似的。那中投的部分呢 ，SGA 略胜，潜能全部抽掉干净的状态下呢，3分球呢 ，Irving 是比起 SGA 高出11点，算是蛮多的。那运球呢，当然不用讲了 ，Irving 绝对是现役最强的啦。那么特别要注意的是 ，SGA 他在防守部分呢，可以说是直接把 Irving打烂了，抢断盖帽的数值呢，都比起他高出非常多。再来是跑动呢，也不会低到太多。好，那再来我们看到技能说明的部分，第一个轮转加速，这招我觉得就直接奠定了 SGA 他是最强防守控卫的基础哦。在防守回合当中，任意队友只要释放主动加速技能的时候呢，他就可以直接有一个2秒的加速。所以等于说，他的加速时间在一个回合当中，如果你是3排啊，他是可以比起一般的球员还要高出4秒的加速了。那4秒的加速这一点非常的夸张啊，所以会因为他的这个特性呢，让他大概率会成为是防守最强的控卫了。那再来呢，这一个技能叫做轮转封盖。轮转封盖的意思就是说，对手只要在接球后的2秒内，它的盖帽范围会直接大幅增加，盖帽角度会直接增加到240度，所以这个就可以拿来 counter 很多的接球投篮的技能角色。再来，它也是有一手接球进攻技能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命名的品味有一点奇怪，诡异这个字怎么会跟 SGA 沾上边呢？真的要说诡异的话，应该是 Manu Ginobili 才会是诡异这个形容词来形容它比较好吧。好了，不管命名了，总之呢，这个就是一个接球投篮啦。那它是可以在接到传球的瞬间呢，接球投篮，或者是在突破的过程当中呢，都可以使用这个投篮的招式。那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接球投篮或者是普通突破后的投篮呢，它是可以假投真传的，而且它的假投真传的传球速度是增加的哦。再来，我们看到诡异运球哦，那诡异运球这个技能呢，就有一点微妙了。它的第一步突破呢，通常是很慢的。等一下后面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各位就会看到了。那么你在诡异运球的这个当下，你也是无法去晃动对手的。不过它是不会被撞停的，就有点像是试探步的概念了。那么在诡异运球一结束之后，它就可以去发动这个诡异突破的招式，真的跟现实中的它蛮像的。第一下运球运起来之后，马上来一个超快速的突破。那么这个突破非常特别的是，它也跟 Kyrie Irving 一样，是可以往4个方向去突破的，而且在这个突破的过程当中是可以晃倒对方球员的。然后诡异运球之后呢，都可以连续进行2次的诡异突破。那么当你在2次诡异突破完之后呢，你可以再用这个试探突破来重置诡异运球，所以呢，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无限的运球循环哦。那这个地方呢，我只能说啊 ，Kyrie Irving 直接哭晕在厕所啊 ！Kyrie Irving 可以突破8次，但是我 SGA 可以直接突破无限次，我看你怎么跟我斗。那再来下一个是诡异上篮哦，那各位看好咯，这个角色的上篮也是能够假上真传的。
好，再来一个呢，就是目前在台服他是唯一一个角色，他如果在受到非对位人的防守的时候呢，他的受干扰范围会大幅的减少。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哦，它的这个干扰区是有2个区域的。那2个区域的意思，也就是说，对方如果是非对位球员，他只站在外面那个扇形是不构成干扰的，等于就是说天生就有一个缩圈啦。就如果对面是主防人的话，他还是很容易可以踩到你的干扰的。所以简单来说，他就是一个不吃协防的角色，想协防我门都没有。不过他只说不会受到干扰，并没有说不能盖下来，所以呢，他就会去逼迫那个来补防的人呢，一定要盖帽。那这个呢，就是他的这一招无惧协防的天赋了。那最后一个就是雷霆对抗了。那这个雷霆对抗呢，是我觉得他最鬼扯的一招。等一下后面呢，我们就会看到了。好，那我们直接进入呢练习场来看一下他的招式。那首先是第一个技能轮转加速。那这个轮转加速呢，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好用的地方是，不管你现在是已经开了加速了，你也可以再次启动这个轮转加速，或者是呢，你是先开了这个轮转加速，然后再去启动加速。都可以哦，等于说它不只是可以让你呢去重置加速的时间，也可以让你去延长你加速的时间哦。我觉得这个真的超级猛哦，等于说你可以看它全场呢一直疯狂开的加速哦。那如果说呢你是跟队友一起3排的话，我觉得这招非常非常的强哦。好，再来就是个轮转封盖啦。那对手只要在接球投篮的时候呢，2秒内你都是可以的去增加你的盖帽范围的。那我们来试试看这个范围可以盖到多远哦。比如说我站在这个位置。就像这样 ，OK， 差不多在这个距离啦，差不多是3到4个身位左右的距离。那我觉得有时候在关键时刻的时候，这招还是蛮好用的。再来，它的下一个机制呢，就是它的所有的出手，包括投篮，包括上篮呢，通通都是可以假投或假上真传的。比如说我在突破后的出手一样可以传，或者是我突破后往前一步上篮一样可以传。所以它不像 Irving 一样有一个需要晃倒人的前置条件，投篮一样是可以传球的哦。那我觉得这一点呢，就给他的进攻有着相当大的容错率哦。接球投篮一样是可以传球的，不过就没有像 Ray Allen 一样有那么快的后撤了啦。就等于说，有的时候你打这种反快攻的时候呢，偶尔可以拿出来用一下。好，那再来呢，我们就要来讲到它的主要的突破核心机制了。那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突破的图案跟 Irving 一样是有4个方向的，也就是说呢，它跟 Irving 的招式一样，是可以往任意方向去突破的。不管你是要运完球之后往前突破，或者是运完球之后往右突破，或者是运完球之后往左突破，或者是运完球之后往后突破，都可以。总之呢，它就是会有一个先运球的起手式，然后再来一个快速的拍子的突破。那在这个诡异运球完的这个诡异突破呢，它是可以连续2次突破的。那么目前测试下来呢，这个角色的突破似乎是没有完美突破这个机制存在的。因为呢，它的突破其实会有分2个拍子。第一个拍子呢是像这样，它在运球完之后呢，突破出去，然后延迟一下再突破，这个是延迟的诡异突破。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不延迟的，像这样。突破完之后马上再突破，它有2种这种突破，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去控制到一个完美的时间，来衍生出一些特殊的突破动作。有延时的跟没延时的动作呢，其实是差不多的，甚至我觉得没延时的动作好像还快一点哦。就像各位看到这样，比如说我现在是往右，然后再往左突破，它会像这样，这是没延时的，它转身会比较快。那另外一个是有延时的，像这样，这个就会转身转的比较慢一点了。那另外呢，它在突破之后，如果说身上有闪这种蓝色的光，代表说你刚刚在突破的时候呢，你的防守范围内是没有人的。那在这样的状态下呢，你的出手的受干扰范围呢会减少，也就是缩圈啦。那命中率呢也会同时增加哦。那这个突破的机制呢，是有一点点像是 Irving， 又有一点点像是 Durant 的感觉。它也是可以在运球完之后呢，加一个突破，然后再来一个试探突破的，就像这样，一直不断的去使用。那你只要搭配这几个技巧呢，你是可以无限次数，一直像这样，一直不断的突破的。那虽然是很多段突破，但大家应该也会发现它的突破的距离并不像是 Kyrie Irving 一样这么大哦。所以我觉得目前这样观察上去它比较有点像是一个节奏型的突破。OK， 这大概就是它的突破机制了。那等到呢正式服推出之后呢，可能会有变吗？我不知道。但我目前是认为它的突破的范围有一点点偏太小了。好啦，接下来呢就要讲到这个角色最恶心的一招啦。我什么都先别说，各位看好这一个招式就好。
看好了，各位。不是，这太扯了吧？这你他妈直接从美国飞到加拿大去啦，这距离会不会太鬼扯了一点？那么目前测试下来，你在这个3分线的地方，如果发动了这个雷霆对抗，如果是撞到对方的话呢，它就是直接会是3分球。那你在2分内发动的话呢，高几率会是2分球。不过有一种特殊情况，目前测试下来是，你在这个45度角的区域，如果你的方向键不是按下后，而是按下左边或右边，那我这边使用的是绝对坐标哦，它就会有几率会是从内线后撤到3分区，像这样，它会直接后撤到3分区。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可能是这个机制设计吧，距离把控不对。不过我觉得刚刚那个后撤距离是有一点点不太合理的。那么这个带球撞人的技能呢，它是在任何突破的进度当中都可以直接这样子后撤去撞到人的。或者是我在运球完之后呢，往前突破，但是这边直接再撞一下，然后再来一个转身，这个也是可以的。跟凯瑞·厄文不一样的地方是，凯瑞·厄文是必定晃倒，那他是必定撞到，大概差别就在这边吧。所以你看他们的所需能量都是800，那我觉得这个800的数值也可以很好让对方去预测到你什么时候会发动大招，所以我觉得他的进攻，老实说还是有一点偏难打开的啦。好，比如说我现在往前突破，好撞开来，直接后仰。像这样子，任意突破的过程当中，都可以用这个大招来打断，并且直接进行一个超长距离的后仰出手。所以突破完，突破往后突破，试探，试探完之后试探 ，OK， 来个3分，就像这样，挺舒服的啊。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他这个被动技能哦。这个角色呢，他基本上是不太鼓励你一直去干3分的，因为像是杜小帅他的机制一样哦。他会希望你去用中距离出手叠加到2层之后，你再去使用3分球来进攻。那你只要有叠到2层后呢，3分命中率会直接加到6%，6%的加成是蛮夸张的哦。那这个呢，其实是3徽章的效果了。所以呢，关于它的技能说明呢，我们大概讲到这个地方。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它的徽章。那徽章部分的话呢，一徽章它所在的队伍只要造成干扰、盖帽或者是完成得分之后呢，它的抢断和拦截成功率就会加1%，然后它是会叠加到10层的哦，也就是说它最多可以叠到10%。那我觉得10%是还蛮高的，所以这个1徽章呢就是强化它的防守啦。那再来2徽章的时候呢，中投命中率加3%。那他这个角色他所有的进攻技能呢，包括他的3徽章的这个被动呢，都会需要中投来启动它，所以基本上就是有2一定有3啦。那再来呢，就是最后一个徽章。那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出手狂热。这个出手狂热呢，有一点点类似 Durant 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一定要先出手2分，再去出手3分，它才比较容易会进3分。那也是一样，3分投篮出手之后呢，效果就会清楚哦。那基本上呢，这个角色如果你是要能打2又打3的话，那是一定要满图的啦。但是也不会说真的到没有满图就不能玩。我觉得1徽章甚至是0徽章，其实还是能玩的，只是就变成你是上一季的 SGA， 就是还没有开发出3分的 SGA 啦。那再来伙伴的部分呢，很可惜它是没有3分球的伙伴的哦，它只有中投属性的伙伴。好了，那么以上呢，大概就是这一个Shai Gilgeous-Alexander 的介绍啦。那么不得不说啊，他的这个例会的图像呢，看起来是还蛮好看的，但是不知道为啥这个 3D 模组看起来就是不知道为啥好像就是有点怪怪的。希望营运呢可以再针对他的这个 3D 模组的面向呢，再稍微的给他做得帅一点吧。虽然打球的时候都看不到脸就是了啦。那么最后还是要强调一下，今天这部影片的所有内容呢，都是测试伺服器的内容哦，并不是最终上线的效果。那我个人也非常期待这个角色正式上线哦，这样我终于就可以把我那个该死的 Kyrie Irving 给他洗掉了。好了，那么我是台湾的男，我们下部影片见啦，大家拜。